越来越高阶的晶片，自动化的控制。那车子有人的时候它会自己跑，没有人的时候它也会自己跑，是它可以变成是一个，你说它可以变成什么？它如果装着危险物品，它可以变成什么？炸弹啊！大家好，欢迎收看，欢迎收听《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最近呢，全球电动车市场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哦，那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台湾的车厂在竞争激烈的电车市场到底还有没有优势？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长期的价值投资人林世忠林大哥来帮大家解析这个题目。宣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之前你也是我们的财讯的老朋友嘛，那您一直在追踪这个电动车，应该是说智慧车这个长期的趋势。那我们现在就来帮大家厘清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全世界电动车都有一些消息。第一个是川普的态度，然后特斯拉可能股价也又走高了，然后再来就是欧盟又对中国课了那个反补贴税，然后日本呢，日产跟本田他们两个可能又打算要合并，就是种种的讯息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电动车这个市场。那我不晓得你现在怎么看这个电动车这个市场的趋势？事实上电动车这个产业它应该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它是依附在最终自动驾驶的智慧车。现在产业发展的趋势最重要的是 ESG 永续经营，永续经营。接下来就是会考虑到净零碳排的事情，对，再加上因为 AI 最近的这个迅猛的发展，它会让很多的产业数据化，借由 AI 的加速器在生产力上面大幅的进展。在这个前提之下，很多产业接下来会变成主权化，只要是跟人生有密切连结的，比如说汽车跟人的行动是随时连结的。那因此人的安全、资讯的安全、数据的安全，以至于譬如说一个人他是重要的企业的 key man， 或者是政府的要员，他们的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些都已经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说 AI 促使很多产业会主权化的发展。主权化发展就是把一些数据都留在这个国家里面，最终就是美国现在在倡议的制造回美国。为什么讲制造回美国？是因为制造业透过 AI 产业未来现在才刚开始，对，它必须要透过数位工厂大幅提升生产力。在这一局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别于过去产业发展的优势，最重要第一个是规模，第二个成本，劳动力成本要低廉。可是因为智慧制造，将来都讲的是熄灯工厂了，无人工厂了，对，劳动成本也就可以忽略了。是因为这个前提，所以接下来在地制造会发生在各个行业。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最重要我是要描述 AI 的发展。它是让所有的产业从数据开始，它进入生产力的整个加速生成的过程当中，它会放大那个影响。那这样子的影响，它就会对接到凡是万物都要联网的同时，它会对接到资安国安的问题。OK， 你讲的数据这一方面，因此它这个未来重要的产业，每一个国家都会往在地制造的这个模式去发展。我在看重的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电动车它其实只是智慧车，智慧车将来要连接智慧城市，它才能形成这个整个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的一个服务嘛。接下来这一局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很多的现象，它事实上不可能改变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2040开始，全世界因为净零碳排，有多数的国家都会进入一个纯电动车的燃油车要禁售了嘛，对不对？那要减碳，那要摆脱这个汽油燃料这个东西，甚至连天然气都要摆脱。所以这整个部分再加上 AI 最后的诉求，它会因为所有的 AI 让汽车的智慧化，它变成是一个人们我们在生活上面
又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这种便利性，这种需求我认为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你刚刚提到，不管是川普任何一个人的主张，他的概念，他会随着整个生态的演变，他自然他也会改变。对，千万不要拿川普8年前、4年前的观念，他的作为来看待他在未来4年会做什么，因为他要行登他的川普，他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他这次人事的安排是创了全世界空前纪录，还没上任以前，所有都已经底定了。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川普他就是一个效率化的代表，什么事情才能有效率？充分的授权，充分在人事上面采取信任法则，他必须要运用美国国家的智库，他才能选定我接下来怎么做。他要帮美国人找的是未来再次强大嘛？再次强大包含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电动车，中国独大，对，中国独强。是，那我就要讲了。川普说我们要在美国再次伟大，问题是刚刚在讲从智慧车，接下来的智慧城市，接下来的机器人，如果在这几个过程未来20-30年、30-50年的发展，美国不能在这几个产业聚焦的重新领先的话，说什么再次伟大那是骗人的。是，因此它的重点是川普要再次伟大，制造业要回美国，这才是真正的主轴。因此这也让 AI 的引擎 AI 的核心台商的制造业在这个趋势之下大发利市，它一定会形成美国倚重的伙伴，就像台积电必须得到美国去设厂，对，这是我们的价值，但是也是我们的贡献。那您刚讲到说他要把制造拉回美国啊，比如说以川普来说啊，那就是大家有主权的问题。那还有就是你讲到智慧车，以前你曾经来我们节目是讲到裕隆，讲到鸿华先进啊、鸿海这一套。那我不晓得说，如果以这个刚才比如说制造要在美国，然后可能还有这个智慧车的发展趋势，鸿华先进，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它的这个优势或者劣势呢？鸿华先进它是鸿海集团成立的一个新的市值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上市公司，那它对标的是鸿海所谓在未来50年它的3+3策略里面的上面3个产业的其中之一的顶层架构，那它是智慧车的代表。鸿海集团40年前它是台湾的只是一个连接器的厂商，那接下来在系统制造上面，它就是发挥了我们科技业讲的软硬整合，从 PC 开始系统化制造，一直到 notebook，一直到行动电话，到智慧手机，到现在的伺服器。好，这5代的产品，我们就讲这5代就好了。他用了他50年，在过去的五个迭代的软硬整合的商品，他都拿到了40%以上的全球市占率。那下一局就是智慧车。我记得那个 NVIDIA 黄仁勋他也说了，下一个规模性产业就是电动车，然后接下来是无人机，就这几个产业嘛。那我选的就是智慧车这个产业。然后这里面就是鸿海用50年的功力，在新的产业上面发展的一个主体，而且这个主体它是 CDMS 的业务，委托设计制造服务，对，它的整个在产业里面的位阶又比过去不管是 OEM 还是 ODM， 甚至叫 IDM， 就是共同研发设计制造，它又更升一级了。过去它是共同研发制造服务， OK， 了解。现在它可以接受客户委托给它全权设计，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N7 纳智捷的第一部车，对，它就是100%用鸿华先进的量产车直接贴牌，对，它已经连设计服务通通在上面了。鸿海的下一个战略是要在比 ICT 更大3倍的智慧车这个汽车市场上面做第2阶段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产业的成长，第一个这个市场够大，是原来 ICT 的3倍；第二个它的产业位阶又更升级一点，最高级的主体是鸿华先进，它是委托设计制造服务，它是研发中心嘛。
那理论上毛利会更好一点嘛。这就是所谓微翘曲线再向两端的其中一端靠近的一个代表作。我是用这个角度在看鸿华。所以你觉得鸿华其实你是看未来5年、10年这个趋势，哪怕20年、30年、30年。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那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以及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正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我看了一下那鸿华先进的股价，其实它从挂牌以来到现在就是一个区间，大概40到50之间，现在大概40多的价位，那这样算起来还是算历史低点，其实它还是蛮适合长期投资的吧。我认为就算过去这1年它的股价在40跟50，不代表40块就没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从鸿海发展了50年的历史跟刚刚我们描述的历程，对，展望未来50年它的发展的机遇，鸿华先进从现在刚开始才只是一个小小苗头的一个起点，苗头都还没有展现出来呢。那我们想我刚刚提了汽车产业的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已知的 ICT 产业的3倍的规模，这么大的规模，鸿海决定切入了，这是它下一个成长的蓝海的市场。是，那这个市场我们刚刚又提了，鸿华先进它扮演的产业影响力又上一层楼。在这个时候，如果展望未来，我不晓得多久，到底是10年、15年、20年、30年，我不知道。但是在下一个展望，鸿华先进它所处的位置，如果大家都在如果我30年前投资鸿海，是到现在我们有很多细数都几百倍获利了，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下一个机会不就在鸿华上面吗？就在智慧车上面。对，从分子跟分母的角度，从它所处的位阶跟它的周期来看，我觉得是这个概念吧。我们知道鸿华先进是2020年，它是鸿海跟裕隆2个集团共同创立的，所以他们2个都是大概都差不多40几%的大股东。那会不会因为鸿华好，你就会去把它扩及到裕隆跟鸿海？鸿海本身包含很多业务了哈，我们先不讲，我们光讲你刚刚在讲鸿华的，跟鸿华有关系的。那汽车产业也不是鸿华做代表，但是它只是一个设计研发的源头，以至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在整个产业的位阶上面更高一点，利润会高一点吗？微笑曲线的概念，对不对？2个都持有40几%，问题是这样子鸿华只有1个裕隆的资本额107亿鸿海的资本额有1300多亿了解鸿海是大概裕隆的13倍嘛。那问题是还有一个鸿海现在的总市值，那比裕隆的总市值那又大了几十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光讲看好鸿华先进，对，我要持有哪一个？我当然先持有鸿华。那第二个，如果这样比重来讲，那就持有裕隆。它当然是它的效益是几十倍于鸿海嘛。针对鸿华的贡献度来看的话，对，光讲鸿华，可是当然鸿海还有其他很多的价值光伺服器就讲不完了。未来几年还有机器人，未来几十年。这已经发展不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事情。回到裕隆的话，裕隆刚刚在讲智慧车未来会主权化的概念，这个部分因为汽车产业接下来就要讲到在地制造，越来越高阶的晶片，自动化的控制。那车子有人的时候它会自己跑，没有人的时候它也会自己跑，是它可以变成是一个。你说它可以变成什么？它如果装着危险物品，它可以变成什么？炸弹好，所以这个车子从半导体一直到它的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机能的一些关键零组件，要不要在地制造？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那个以色列跟那个真主党，他的对手不是有几百个人，然后那个 BB 扣爆炸，炸伤了几百个人。对对。光一个 BB 扣就可以制造这种效果，软体硬体放炸药进去，放晶片控制，远端遥控不就这样子吗？那车子将来要不要更危险？那所以所有的制造供应链要不要在地化？至少不能跟竞争对手国
或者政治取向不一样的对手国不能让它涉入。鸿海在智慧车里面扮演的角色的机会就在这里。大家都说中国有多强，那请问强权国家会用中国的吗？你敢用吗？不敢用吧？听起来是有点不敢了。对，连你都不敢，那在上面的他们更不敢了。对啊，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您从这个角度认为说，在这个主权的状况下，就是裕隆是绝对是最吃香的。它已经是现成的了。对，那如果从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对，当然就是提供裕隆有利的客观环境，让裕隆跟鸿海去努力的完成国家把汽车产业主权化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鸿华跟裕隆，其实包括鸿海集团，他们都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就看他自己能不能好好的掌握。那现在这2个应该都是你的口袋名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list 里面最重要的，是不是？它不是我的口袋名单，它就是我的投资部位，就最大的部位就在这个智能车上面。对，现在要进入2025年嘛，那你刚刚讲了 AI， 接下来是百工百业落地应用。那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看到什么，或者你自己的标的呢？您刚刚提到的 AI 最后影响的是百工百业，对，因此大家看到的，我当然都看到。问题是我们都看到的事情，我们拿出来讨论，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刚刚在讲，大家都看到的这些参与者都很多，可是我们刚刚在讲智慧车这一局，在台湾目前是鸿华跟裕隆，全世界鸿海现在所宣告出来的目标，跟他现在所摆出来的阵仗，跟他在科技日展示的他们的意志力，如果他能够成为气候，他是独家的，他没有第二个竞争者啊。那你说没有一个第二个竞争者，会不会受到什么抵制？不是啊，他是整合者啊。我们知道要成就鸿海未来的这个产业架构，重新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对，它的组成上从 NVIDIA 开始，自动驾驶的核心是，接下来要台积电的制造，对，晶圆制造，接下来 NVIDIA 跟联发科要合作专做车用车规的智慧座舱的整个这个晶片的这个设计的合作，最后再由鸿海来做整个供应链硬体软硬整合这件事情。事实上它是一个新形成的产业链跟新的汽车产业的势力。我认为这个模式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看到我刚刚在描述的这几个位阶的这些代表性的产业，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可不可以形成对汽车产业的一个解构、改变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林世忠大哥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哦。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也支持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呢，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女王聊财经，下次见，拜拜。